我今年差不多快要40岁了，然后，我不孕症的状况大概快要3年，然后我是2015年的1月结婚，然后我跟我先生2个试了快要1年都没有怀孕，所以我就2015年的10月底的时候我就去台安就诊。那我去台安的时候，台安就是做一连串的检查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做输卵管摄影。那输卵管摄影这一个东西，我真的觉得还蛮，非常的不喜欢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好像被人家侵犯的感觉。然后，可是再怎么不喜欢，因为我是外行人，我真的对医疗是完全不了解，所以我就觉得我选了去台安，那我就要相信台安的医师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了台安，差不多在那里就医半年。半年的时间里面，其实医师就是给我建议说，你去调整你的身体，做运动，做重训，然后还有饮食。然后半年来，我做了这些运动之后，我其实还是没有所谓的有怀孕这件事情。但是这样相对，我就觉得说啊，我应该是不是要停掉台安这个治疗，然后我就去吃中药，因为我的妇科就是经期也是不顺，所以我经期有时候会2、3个月才会来一次。那2、3个月来一次，我就没办法算排卵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既然没办法先做不孕，我倒不如先去看中医，先把自己妇科调好。所以就用了1年的时间，我去调中医。中医调完之后，差不多，经期每个月都会来，但是还是没有喜讯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，我年纪越来越长，然后我应该是时候要再回去看不孕症。然后因为我是住在中立，来台北的话会比较，对我来说有点吃力。因为工作的部分要经常来台北看医生的话，要拿假，又没有那么多假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去桃园的福泰诊所。当时我去看福泰诊所的时候，福泰诊所的医师就给我吃排卵药。那排卵药吃完之后，我回去追踪我的滤泡，然后他追踪的时候他说，咦，奇怪，你怎么都没有滤泡？没有滤泡不用紧，反而他跟我说，你有子宫肌瘤，你有子宫肌腺瘤，还有水瘤。当我听完之后，整个人崩溃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只是想要怀孕，为什么这么难？然后我那时候就一边走，之后回去公司的时候就一边在掉眼泪。可是这是已经是事实，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，我应该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还是要面对自己。所以当时我就打电话给一个邱小姐，她之前有来这里鸿运就医的，然后我就跟她说我的妇科的状况，她就告诉我说，你要不要先去看其他医生？看了其他医生之后再做决定，因为不要只是一个医生就一面倒。然后我就说好，我就去看中山医，他就介绍我去看中山医。那我就去中山医之后，我去看了之后，中山医就跟我说，你要不要先做输卵管摄影？我听到输卵管摄影，我其实好怕，但是我又觉得，因为我妇科现在就是有问题，所以他就叫我去看输卵管摄影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之前在台安有看过了，然后我就给他看了我的报告之后，他说这已经超过1年了，没办法使用，然后我就，真的又要再做一次输卵管摄影。做完之后，我再回诊去看中山医的医师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小姐，你的左边的输卵管好像不太通，右边的输卵管好像水流走出来。然后我听到这个医师跟我说你是水流，然后他就说你有肌瘤，你有肌腺瘤。第2个医师证明我有这个症状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跟我先生讨论说，我说，看了2个医师都这样，我可不可以回去台安再看一次？因为我第1个就诊的是台安嘛，我心想说，因为回去台安，搞不好不会有这种问题，所以我就回去台安，然后就告诉医师，这1年来我没有就医，然后遇到的一些状况，我跟台安医师说完之后，台安医师就很安慰我了说一句，他说，其实你当时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多囊性卵巢症，还有子宫肌瘤、子宫肌腺瘤都有，只是没有水瘤而已。又多了一个名词，多囊性卵巢症。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，这是女人的宿命嘛。那时候
我就想说，听完他讲的这个东西之后，他就说你先不要理这些东西，你就先调整你的身体去做治疗。所以我就开始就在台安做治疗，然后台安做治疗之后，他就给我吃排卵药，还有就是给我打黄体针，因为他觉得说我的黄体素不够，所以我的经期可能会不顺。所以当下次我回诊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他就说，你有水流。第3个医师这样说了。当我听完之后，我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他就气色很凝重，这样子就跟我说，你先不要理这个，你先把你身体调好再说吧。然后我就觉得说3个医师都这样，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，我们去做试管好不好？因为我年纪越来越长，卵巢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，然后再来这个治疗我不知道我要花多久的时间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去做试管，他就说好。那我们就询问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姐就介绍我去北医，然后他说他命中率很高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而且就是这一方面的权威，然后听了之后超开心，好像看见神这样。然后我就好了，我就去北医。我是在2017年的1月我去北医，然后去北医的时候去检查嘛，医生也是说我有那个水流，他就说。你有水流，你没办法做试管。然后他就说，我说我的重点是我不想开刀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先处理掉这个水流，然后让我怀孕？他说好，那我们先打培福林，一种会让女生停经的一个药物。它停经之后，你这卵巢就不会分泌那些卵子过多、滤泡之类的，就不会长水流。那我就说好，那我试试看。他说搞不好打完那个之后，你可以消。水流会消了之后，你就不用再处理，也不用动手术。所以我就等了1个月后回诊。1个月后回诊之后，水流真的消了，消了之后变很小了。他就跟我说，你可以开始做试管。然后我就好开心哦，我就说终于我可以做试管。所以我那时候去做的时候，就像一般的，就是也是要抽血，就看你的指数嘛。然后当时我在北医做了。第1次试管的取卵的动作是取了11颗卵，然后11颗卵里面有成功培育成胚胎是4颗，第5天他就把我植入了，植入之后2个礼拜后就他给你一些药回去你自己打针然后擦，然后2个礼拜后回来，2个礼拜后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基业是失败的，当时我就很沮丧，我就问医师，我说我为什么会失败？他就说，他就拿了个研究报告给我看，他说你的年龄介于在这个30%的指数里面。我心想说30%我都不会中了，那我再过1-2年我只剩10%，那我怎么办？然后我就问了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也有可能你的胚胎不好。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好，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？他说你就只能够等下一次再来做试管，就是几率嘛。他跟我说的，我抓到的重点就是几率，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好，我就等1个月后回来的时候，我再想要尝试第2次试管的时候，他说你的水流回来了，长了5-6公分，这次是真的需要动腹腔镜把它拿掉。我当时听到的时候，因为我还蛮天兵的，我就觉得说腹腔镜拿掉的话，应该只是把它抽走，我不用伤害到我子宫跟卵巢。殊不知不是，他是说要把你的输卵管电烧。然后我听到之后，虽然我没办法自然怀孕，你也没必要把我的输卵管给电烧了。然后我当下就哭得稀里哗啦，我就问医生，我说，医师，我不做这个电烧的手术的话，我可以做试管吗？他就跟我说，你如果不做这个电烧的动作的话，你要做试管我也不会帮你做。当时我听到之后难过又生气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问最后一个，好，我不在意过程，我问你最后的结论。那如果我做这个电烧这个动作之后，请问我成功率多少？他还是说几率，也就是说你不一定会成功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就说我考虑一下，我就转头离开了。我就跟我先生说一句话，我说我想去其他家医院，因为我想说我不想。这一家告诉我说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之后，我就被判死刑了。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，我们来红绿吧，因为之前介绍我的那个裘小姐，
他的卵巢功能指数其实是很差的，所以他在红运取了2次卵，就成功培育一个胚胎，但是他却怀孕了。所以我心想说，我卵巢功能指数没有很差，我5点多，那我应该几率不会那么差吧？我只是妇科比较差。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，我就找了护理师咨询，所以当时咨询我的江护士就跟我说，他讲了一连串的咨询动作之后，我只抓一个 key point， 张医师不主张动手术，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符合我的理念，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张医师说，好，张医师，我现在的妇科的状况，然后水流的状况，张医师就跟我说，你先把水流处理掉，他就用针从阴道进去把水流给抽走，那是我在红运的第一个手术，然后我抽走了之后，隔周我就再回来要治疗嘛。张医师刚开始是给我吃排卵药，吃完排卵药之后，他叫我回诊看滤泡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这个月休息吧。然后我听到这个月休息吧，是不是我被宣判死亡了？我已经没办法怀孕了吗？我当下就觉得说，前面的那几年经历了这么多的心理的起伏，现在张医师又跟我说你休息吧，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先生说，是怎样？我现在是真的没办法怀孕吗？然后我先生就说你不要想这么多，他只是跟你说你可能这个月的身体状况不好，所以你去休息吧。然后因为我的经期一旦离开了中医之后，我的经期就开始有点不顺，所以我说，我自己本身的焦虑是随着年龄这个焦虑以外，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来经期，然后就这样子的那种焦虑这个部分，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这个心情要调整，如果不调整的话，你下次来治疗你就每次都是悲哀的回去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在调整的时候，真的40天后我经期来了，我经期来了之后我就回诊，我好开心，我就回诊给张医师看的时候，因为张医师他们这里是标榜温和不刺激嘛，因为我的 MH 值是5点多，所以张医师当时就是考虑说，他是依你们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来帮你们做一个调整的那个治疗，所以他当时就帮我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让我天天都打，然后我那一次是每天都打，差不多打了9天，然后我回诊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辜负张医师所望，我取了22颗卵，但是你们要不要猜我几个成功成为培育者胚胎？你们要不要猜？没关系，可以说。太多了。我22颗里面我就成功培育了2胎，然后张医师还跟我说那2胎还不是很好，然后我就说 ，MH 值没有 ，MH 值只是参考值，它不一定说你卵子是很好的，但是既然也22颗只有2颗成为胚胎，然后我就觉得身体状况真的很差，然后我就第2次的疗程的时候，我就跟张医师说，张医师，我想要试试看温和不刺激的做法，因为我想说量多不代表品质好，那我这次选择量少会对品质比较好，所以我就用了温和不刺激的这一次的手术，做了之后，这次取了3颗，但是只有1颗胚胎，那1颗胚胎张医师也是说没有很好，然后我就整个就跟我先生说，再这样子下去，我到底要在这里取几次卵才会拿到储存到我要的量？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，刚好这个时候，我马来西亚朋友就联络我，他跟我说，我现在最近在尝试一个生酮饮食，他问我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说的时候，先生非常反对，因为我们人体不吃淀粉，其实代谢会变差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做运动。因为我之前很积极在做重训运动的时候，我搞到我自己的椎间盘突出，然后我就没办法做这种运动，所以妇科又没有办法说很好，那只能靠饮食嘛。那我就说你给我试试看吃生酮饮食，然后我就试了4个月，4个月之后，差不多去年的11月，我就来取卵。我这次取的，我就跟医师说，我这次想要用第1次的方式，因为我想说，
就是无论结果如何，只要能够存到2颗，就有5颗，我就可以植入了。那这5颗里面，我不确定说它到底是会成功还是失败，但是至少我不要在那边一直等着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年的11月来的时候取了18颗，18颗里面成功培育成的胚胎是6颗，然后我超级开心，因为那6颗比远远超过那2次的胚胎还要好。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好开心，然后就跟张医师说我想要植入了，张医师就跟我说可以，你就下个月植入吧。所以我就在今年的1月3号我就植入了。我张医生那时候帮我植入，因为我现在取了3次卵嘛，一共有9颗，9颗里面我这一次植入4颗，4颗里面，然后我觉得，在做试管的这一段过程当中，我先不说我4颗里面中几颗，我先说就是这里的，植入跟取卵跟北医的差别在哪里？因为北医我在第一次取卵的时候。其实我起来的时候，我走路是非常辛苦的，然后我坐着上厕所都很辛苦。但是在张医师这里取卵，我并不会觉得不舒服，我只是起来的时候就是腹部有点酸酸的。其实，在取卵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张医师，我自己见解是温柔了，但是护士是告诉我说，张医师其实很粗鲁。因为我全身麻醉2次是全身麻醉，所以是完全没有感觉。但是至少跟北医比起来，我是舒服的。当时我就取完卵之后，然后这是取卵的一个差别。再来是植入这个部分。那植入的部分，北医它是你植入完后你就回家吧，你就自己看你这放羊吃草吧，你可能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那张医师这里不一样的地方是。我植入之后的那2个礼拜，在等消息的时候，他就会叫我3天4天回诊，他要看我的状况，然后再调整我的使用的药物。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会成功，而且我是怀了双胞胎，然后我觉得是，张医师他的那个对症下药，还有护理人员的细心照顾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觉得，这就是北医跟鸿运我做试管的一个差别。那再来，我觉得说，想要给你们的鼓励就是，圣水医疗团队跟医师是真的很重要。当你圣水好了之后，你就真的要相信他们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在北医，我经常要问护士一些东西，他感觉惜字如金，好像多讲一句话，他好像钱就会掉了。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是外行人嘛。外行人对这一块东西更加不明白，更加想要了解，所以我觉得我在鸿运这里的话，我真的不明白。我问护士小姐的时候，护士小姐是很细心的跟我讲解的，至少缓和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不安跟情绪不好的那一面。这就是我在鸿运治疗的这个整个过程。